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毛。其实本来这周呢，我更想做一个人做游戏的机器能到什么地步这个主题的。不过既然你们这么想看认知误区，那我就先把这个做了。一个人做游戏呢，就放到下一周了。看我对你们多好啊！不常按某个按钮支持一波，对得起我白某人这么感人至深的爱吗？好了，言归正传，本期我们就来谈一谈许多游戏玩家们对于游戏行业的错误认知，包括单机、网游、手游、页游各个领域哦。买了单机游戏就要玩通关。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当然的认为，你在 Steam 啊或者 PS 啊花了300块、400块买了一个游戏，那肯定是要玩通关的，不然这钱不就浪费了吗？看在钱的份上，那也要通关啊。但实际上，单机游戏的通关率低到有点难以想象。像巫师3平均通关率 ，Steam 是26.6%，PS 是39.81%，而 Xbox 是20%。黑魂3的通关率不足30%，刺客信条历代都没有超过25%，而天下第一的 P5 也没有超过40%。我在找数据的过程中呢，还发现曾经有人做过问卷调查，当然这个帖子愿意点进去填写的肯定都是硬核主机玩家了，但就算是在硬核玩家群体里，通关数据也都没有一款能超过50%的，更别说整个玩家群体了。这么一想确实很震惊啊，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单机玩家玩单机玩着就不玩了。单机游戏的留存率其实和网游也差不太多。外国人不玩手游，都玩主机游戏。虽然外国人玩主机游戏的比例确实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玩手游啊。在美国，有大约29%的人玩主机游戏，35%的人玩 PC 游戏，60%的人玩手游以及平板游戏。我在上课的时候就经常看到美国同学拿着手机玩游戏，还是那种氪金抽卡舔老婆的游戏啊。另外呢，奇迹暖暖美服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一半，而国服只有30%，这也侧面体现了美国人对于手游的热衷程度啊。当然，这也体现了老美的少女心啊。游戏行业工资很高。确实啊，有很多权威调查数据都说游戏行业的工资非常高，什么互联网行业中排行第一之类的。另外呢，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氪金手游每个月的月流水，少的呢有几千万，多的几十个亿，也让大家觉得游戏行业估计富得流油。但如果你想要进入游戏行业，从底层慢慢做起，这个工资呢就不能单纯的看数据了。游戏开发人员简单分的话就3类：策划、美术、程序。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猜猜工资的高低顺序啊，给你们3秒钟的发弹幕时间，猜一下吧。好，3、2、1，不知道有多少人猜对了。策划工资最低，美术排中间，程序员工资最高。为什么程序员工资高呢？因为不管是游戏行业还是百度、阿里、滴滴这种互联网企业，程序员的工资都非常高。这不仅仅是游戏行业的问题啊。所以如果你们以后选大学报专业，不知道报什么专业合适的话，想报一个屌丝逆袭的专业的话，那就学计算机就完事了。为什么策划的工资最低呢？这个形成原因就很复杂了，我也说不清，只能简单说一下我的猜测。第一个原因呢，估计是策划的入门门槛比较低，平均学历比较低。第二个原因呢，我估计呢是因为策划的自由度高一点，因为它是那种自己设计了一套东西让程序和美术去做的，程序和美术就算不喜欢做，那也得听策划的，这部分的自由度就相当于工资的补偿了。其实有些创业公司或者工作室的老板工资也很低的，虽然老板是权力最大的，自由度最大的，但在创业的时候，他们给自己发的钱往往还没有底层员工高。说到游戏行业的工资啊，那就又引申出另一个错误认知。外国的游戏行业工资高，这个想法呢也很理所当然啊。你想，毕竟外国的游戏行业领先中国几十年，已经有非常完善的制度、市场与产业链了。一提到欧美、日本游戏，那就是逼格很高的感觉，他们的工资那也肯定很高。naive， 外国的游戏行业其实工资挺低的。我还是拿美国举例子吧，毕竟美国这边我比较熟悉啊。在中国，有游戏行业的工资在互联网行业中排第一这种说法，但在美国就完全不一样。我先列几个数据啊，中国人均年收入6万元，大约9000美金，而美国人均年收入是6万美元，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如果你去顶级的游戏公司当低级程序员，一年至少也得10几20万元起啊，是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活得很滋润的。而在美国，我们看看顶级游戏公司的低级程序员工资是多少？暴雪5.7万美元，刚好平均水平。在美国并不能活得滋润，养自己够用，养2个人就很艰难了，更别说策划的工资可能更低一点。而阿星的低级程序员也是5、6万，策划才4万多，比平均水平还要低不少，可以想象他们是有多惨。而如果你去谷歌、去 Facebook， 应届毕业生当程序员，至少也有10万美元以上。所以游戏行业不分国界，底层打工者都很惨。甚至可能美国更惨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不看单机游戏公司，我们看看美国氪金手游的工资水平。
啊，果然啊，游戏行业不分国界，美国也一样，做什么单机啊，又累钱又少，不如去个手游公司美滋滋。5. Unity 引擎垃圾，虚幻4天下第一。很多人都对游戏引擎有些偏见啊，这可能是来源于泰坦陨落6，再加上许多垃圾手游使用的都是 Unity 引擎，所以一提起 Unity， 大家脑海里就是低画质垃圾游戏，觉得这个引擎也就这样了。而一提起虚幻4，那就牛逼了。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各种3A 大作，这几年也很流行用虚幻4随便搞个手游，然后宣传的时候说我们使用了世界顶级引擎虚幻4，拥有手游最强画面，巴拉巴拉等等等。如果你信了，那就真的拿义务了。其实引擎这种东西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剑，真正厉害的剑客，不论是青铜剑、玄铁剑、绝世好剑，还是树枝剑，用起来都很厉害。虚幻4也能被垃圾厂商用成一坨屎 ，Unity 也可以搞3A 大作当电影。亚当这个项目的源代码现在还是公开的，可以免费下载。垃圾的不是引擎，是人。6. VR 游戏必须要有 VR 设备才能玩。其实 VR 的核心原理很简单啊，就是物理光学成像，把一个画面分成2部分，搞2个角度特殊的镜片，一个镜片对应一个眼睛，人脑就自动捕寻出图像了。目前淘宝上谷歌纸盒眼镜5块钱就能买到，把手机 VR 游戏打开插进去，直接就能玩。除了画质分辨率可能低一点，没有手柄，和专业 VR 设备是一样的体验。而且就算不用外部设备 ，VR 游戏理论上也是可以直接玩的，就是把一个画面变成了2个画面，少了脑补这一步而已。在 VR 游戏开发过程中，开发人员也懒得那么频繁的戴眼镜，就经常使用这种视角玩游戏的。7. 2个游戏玩法一样就是抄袭，玩法一样不是抄袭，玩法一样没有问题，美术和程序一样那才有问题。因为我之前专门做视频说过这个了，这里就不详细说了。8. 贪玩蓝月为什么赚钱？这个确实是很多非游戏行业的人很疑惑的问题啊。我身边的人都不玩贪玩蓝月，为什么以贪玩蓝月为代表的垃圾野游还能赚得盆满钵满呢？因为这种游戏的目标人群不是你，25岁以下的人基本不太可能会去玩贪玩蓝月。这种夜游的受众群主要还是30到40岁左右的中年大叔，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玩的游戏叫传奇，叫天堂，贪玩蓝月基本就是这类游戏的完美还原。这些大叔呢也是为了情怀去充钱，就是玩个回忆也没有错。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打广告会找陈小春、古天乐、张家辉这类年纪比较大的演员，因为这是那些大叔年轻时的偶像。等再过10几年，可能就有贪玩学员、贪玩行月，你冲不冲呢？感谢大家愿意听我啰里啰嗦说到这里。如果你有对于游戏行业的疑惑，或者就单纯的人生迷茫，或者就单纯的想问个乱七八糟啥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以后我会在每期视频的结尾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解答一下。最后呢，是每月1度的捐款时间。上个月共收到电池29410.3块，转化成现金有2000多块钱，全部捐赠给希望工程，希望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我是白蛇毛，一名整天摸鱼的独立游戏开发者。我们下期再见。未熟無情されど美しくあれにふさわしくないこんなんじゃきっと物足りないくらい語っとけばうまくいく物枯れ愛こともう自己顕示飽きた